长度和技巧到底哪个更重要？别误会，我们说的都是正经事儿。在兵器以及格斗领域，一直有这样一句话：1寸长1寸强。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了普遍真理。不过长度这个东西，总有人是不够的，所以想要靠技巧去弥补也是人之常情。自然就有充满质疑精神的人会提出问题：这句话真的那么绝对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纵观世界冷兵器发展史，战场上长兵器都在不停地挤压短兵器的就业环境。你让一个拿短刀的和一个长枪的对打，首先这个拿长枪的从气势上都要强于对手，这还没开打就给对手造成了心理压力，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可想而知了。虽然用长兵器的人是占了便宜，但是敢用短兵器的人难道都是弱智吗？那倒不见得。他既然敢拿着短兵器站在你的队里面，要么对自己的实力自信，要么就是根本没把你当人看。开个玩笑，其实这长兵对短兵的打斗，对双方的实力、态度、心理素质和临阵的反应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长枪对短刀，从表面上来看，长枪确实比短刀强，因为长枪可以进行更远进攻，但当他们双方处于面对面的时候，咱也不能说短刀优势，可短刀对比长枪来说会更加灵活。当短刀避开了你的攻击，贴近你身，使你进入到了短刀的攻击范围，这时候长枪基本上就失去了进攻能力，只能选择逃出短刀的攻击范围，不断往后退。一旦被逼入到死角，那么危险的就会是你了。这时候技巧就会显得尤为重要，长枪被反杀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如果说持短刀或匕首的人在面对长兵器的时候，一定要进入到对方的内圈才能发起有效进攻的话，那么在自己没有进入内圈之前就被刺死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这里我们可以采用一下日本的剑道精神，只要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哪怕最后损失一些利益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样我们短兵器对战长兵时，哪怕被长兵成功刺伤，但我们都成功避开了致死的部位，不至于丧命也不是不可以。这样我们持短刀的就拥有了一定的优势，射出一些非关键不致命的部位，迎上对方的攻击。在对方成功击伤我们，就会出现1到2秒的发愣时间，这也许是成功之后短暂的欣喜，亦或是紧张的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总之，只要我们抓住对手这一点空档，就是短刀进攻的最佳时机，可能的话就会一击必杀掉对面，从而取得胜利。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要是对手是个高手，能有效控制长枪的攻击距离，那么拿短刀的就会吃尽了苦头，哪怕故意让出空档让对方刺中，最后身上中了好多枪，流了很多血，也不一定能攻进拿枪的内圈里去。除了这些技巧以外，环境对于短克长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呢，短刀就会占非常的便宜。持枪的不能甩开大枪来刺，也不能把枪当棍一样来打，只要短刀不断压迫，使拿枪人员到了死角，那也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可以手握枪头的位置，把枪当匕首使，这可能会有很多不方便，毕竟后面那么长一个棍，你不去控制它就会妨碍你进攻。索性这样，我们不如将长枪丢掉，以双手来抵抗。这个时候长短易位，拿短刀的成了拿长家伙的，而丢掉长枪使用双手的人也成了凭借短兵器搏斗的人。这样以双手抵抗的人只能利用我们前面所说的方式，让出身体的非要害位置，使对方出现破绽，从而一拳击倒对方。当以短胜长这个观点在古代也有被讨论记录过，在吴墨所写的关于枪类武器的《无影录》中就有过记载：长之至短在器，其故易之；短之详长在人，其故难知。苟不能动然明白，则临事心惶惑矣。盖长枪则腰软而头重，凡峨眉灵变之手法皆不能用。虚势虽雄，实势殊不足为。执短枪者，苟能识破，决然进入，身进枪间，便同赤手，会加为跳出耳。这段话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你以长枪击破短枪，这是因为长枪在长度上占据优势，其中的道理我们很容易明白。但如果这个结果颠倒过来，那么关键点就不会在于武器，就在于使用武器的人。
这其中所有隐藏的道理，很多人都不太明白。如果你不能豁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当真到短碰长的时候，就会心中慌乱，乱了自己的阵脚。当然，枪长就会导致自己腰软，并且会觉得枪头很重，凡是一些灵便的手法技巧都不能使用。虽然长枪的虚长之势非常强大，但对于峨眉来讲根本不足以害怕。而用短枪之人，如果识破了长枪的进攻规律，敢于狠心拼命向前上步，以自家的身体接近于长枪，这长枪的长就丧失了优势，在短枪面前如同赤手一般。这时对于长枪的行家来说，只能向后跳来躲开短枪的攻击。如果我们看短兵对长兵在对练时，当双方实力都差不多时，你一个拿刀盾的对上一个手持长枪的，因为你们两人功夫几乎相差无几，那么你刀盾在进攻时就没有任何优势。长枪只需要不断突刺扎枪就能阻挡你的进攻，让你无法近身。这时你这儿要出现失误，被对手抓住机会，就很有可能会被一击必杀掉。当然，短降长除了技术方面的问题外，还要让我们做到对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于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对于自己可能遇见的问题进行相应的预见。当遇到这些问题时，首先要对自己的兵器特点有所了解，并对自己的技术长处都有所了解。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要认真的分析对方的情况，只有让自己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优势，那么短降长就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以长降短是常态，以短降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在于使用短兵的人会不会利用身边一切对于自己有利的限制长兵的发挥，那么短降长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小伙伴还有什么新的见解，我们评论区见。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